很高兴您来到 Star 频道。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从听障母亲到刑事悍女，赵丽颖向杨花再撕标签。从听障母亲到荧屏女王，赵丽颖芯片在眼底层逆袭，被踩进泥里的人生如何长出向阳花？冯小刚说他像野草一样疯长，张艺谋夸他骨子里有股不认命的轴劲。谁又能想到，曾经那个蹲在河北玉米地里啃馒头的农村丫头，18年后会穿着100万高定礼服，捧起中国电视剧最高奖。当赵丽颖在2024年飞天奖颁奖礼上哽咽着说出谢谢所有泥泞时，台下掌声雷动。这掌声不仅是给事后的桂冠，更是给一个从廊坊农田里走出来的姑娘，用肉身撞破娱乐圈壁垒的狠劲。她曾是选秀舞台上被评委吐槽土气的龙套，是拍《宫锁珠帘》时被骂丫鬟脸当不了女主的小透明，却在《花千骨之否》里用灵气破局，在《风吹半夏》里以商战女王姿态登顶。如今，当所有人以为35岁的她该退居二线时，她反手带着新作《向阳花》杀回大银幕。从农村到顶流，从偶像到戏骨，赵丽颖的剧本里没有躺赢。就像她芯片角色说的那句台词：“只要根还扎在土里，霜雪越重，花开越猛。”2021年赵丽颖离婚时，全网都在猜她会退圈疗伤。没想到赵丽颖却一头扎进剧组，2年连拍《风吹半夏》《幸福到万家》和《向阳花》，全年300天泡在片场，连儿子生日都是带着剧本在保姆车上过的。有粉丝心疼她太拼，她却说：“爱不是靠别人给的，是自己挣来的。”这个在河北农村长大的姑娘，早看透了生活的底牌。当年陆贞传奇爆红，她没像其他女星一样忙着嫁豪门，反而在横店咬牙拍戏，被马托航10几米摔出腰椎骨裂，硬是没喊一句疼。如今35岁的她，当同龄人忙着相亲时，她穿着《向阳花》里沾满泥浆的工装裤，剃寸头，抡酒瓶，把刑满释放的白狐狸演得让冯小刚直呼够狠。别人说我离了婚就完了，我偏要活得比结婚时更漂亮。这句话被他缝进了芯片台词里。戏里白狐狸出狱后开荒种花，戏外赵丽颖用飞天奖事后奖杯证明，女人的战场从来不在婚姻登记处，而在自己选的山头。圆脸演不了女主。2013年《宫锁珠帘》片场，副导演当着全组人嘲讽她。赵丽颖攥着丫鬟戏服没吭声，转头在《花千骨》里把小骨演成了国民白月光。杀青那天，她对着镜子说：“总有一天，我要让圆脸变成通行证。”这个预言在《知否》盛明兰身上成真了。导演张开宙说，她能把宅斗戏演出泥潭里开莲花的劲头，明明是被欺负的庶女，眼里却烧着不服输的火。到了风吹半夏，他更把商战戏变成个人秀场。寒冬跳臭水沟，零下10度灌白酒，连孙俪都发微博叹：“这姑娘骨头是铁打的吧？”如今《向阳花》预告片里，他又把刑事人员演出了新高度。被肖央扇耳光时，半边脸瞬间充血。为演活底层挣扎，他蹲在城中村观察拾荒者3个月。有群演偷拍到他凌晨2点还在练方言台词，发到抖音配文：“活该他能红18年。”娱乐圈流行认干爹炒 CP， 赵丽颖却像个异类。拍《青云志》时，投资方想让她和男主捆绑营销，她直接拒绝。戏里谈恋爱够累了，戏外就别演了。拍《幸福到万家》时，新人演员不敢接村长骂人的戏，他主动当陪练，你把我当靶子，骂狠点才真实。这种泥腿子式的真诚，反而让他攒下好人缘。张艺谋拍《第20条》时，点名要他素颜演听障母亲，别人都带8个助理，他揣个保温杯就来了，摔泥坑里还能跟群演分辣条。
冯小刚更在芯片发布会上感慨，他让我想起刚出道的王宝强，不搞虚的，全靠真本事离地。最觉得是飞天奖领奖时，他没感谢资本大佬，反而对着镜头说：“谢谢所有骂我土的人，你们让我知道泥巴糊的墙最扛得住风雨。”这话后来被向阳花写进海报，一个从土里长出来的顶流，终究活成了自己的靠山。从被骂丫鬟脸到捧起飞天奖杯，赵丽颖用了18年证明，所谓逆天改命，不过是把别人眼中的土气夯成扎根的土壤，把冷眼嘲笑碾成向上的台阶。就像他在《向阳花》里那句台词：“生在烂泥里又怎样？站直了，你就是自己的太阳。别怕起点低，只要你敢像赵丽颖一样，把每滴汗都砸在热爱的路上。寒冬再长，也冻不死一颗要开花的心。”回头看看他来时的路，玉米地、横店、领奖台，每一步都写着4个字：向阳而生。